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恐龙快打降龙版。街霸的降龙版大家应该都见过，飞出大量的波动拳。那恐龙快打的降龙版呢，就是飞出大量的飞刀。飞出飞刀有3种触发方式，一个是前 A， 一个是 AB， 还有呢就是下上 A。这3种方式还是有区别的，其中下上 A 飞出量是最大的。看起来大概有30发左右。AB 的话呢，如果你是脚先踢到人的，那血量还是要扣的；如果脚没踢到人，只有飞刀扎到人，那是不扣血的。然后这个前 A 呢，变化有点大，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前 A 的飞刀有穿透的效果，它是一个多段的攻击，有可能呢你的脚的判定没踢到人，但是飞刀扎到人了，这样敌方是不倒地的。很容易遭到反击，最好用的还是下上 A 了。所以打很多 BOSS 的时候呢，这个打法上有变化。最理想是对面吃了飞刀不倒地，那达到这个效果的 BOSS 只有一个，就是最后一关那个龙。哎，下上 A 的时候被踢下来，看来这招还不是无敌的。大概接个10发左右飞刀，他也是倒地的。咱们守着一个血就可以打得随便一点。这个货呢还有2根血，紫色的还有2根。1根半了，咱们试一下 AB。AB 的飞刀飞出的还是很有节奏的，它是从下往上的，但是如果你的脚踢到人了，是真的掉血。来发雷结束吧，然后把口香糖吃了，这样满血。好，第1关过关了。这个版本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个15分钟左右，这样估计能打前5关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版本的来源，我是从极游派那儿下载的，极限的极，游戏的游，派是派对的派。大家想下载呢，就去搜索一下吧，因为很多资源呢，人家修改完了呢，你是不能直接的进行转载的，让大家去搜索一下。到他那里去下载就可以了。这个恐龙我没有叫醒它，因为之前我试玩的时候呢，叫醒了之后发现飞刀对这种大的恐龙攻击效果是特别差的。因为这个大恐龙招了1发飞刀之后，它就是一个后仰，后仰的时候呢还有点无敌，所以说打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虽然咱们的这些飞刀呢，打它可以把它压制在屏幕的一侧，但是呢没有效率。这个货头真铁啊！小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梦到这样的版本啊，现在有了。离得远的时候可以 AB， 这个 AB 的输出还是很可观的。因为下上 A 的飞刀虽然看起来多，它在压制数量比较大的敌人的时候比较有用。少量的敌人呢，他吃了5、6发飞刀就倒地了，输出其实不太猛。这些没用的东西咱们就赶路了。行，打这个 BOSS， 咱们多用一下 AB 吧，演示嘛。身后出敌人的时候 ，AB 是最理想。打任何 BOSS 都可以这样打，因为 AB 呢，咱们有几率是不掉血的，脚没踢到人。这样1格血的话，可以拖死任何 BOSS。争取吧，过关的时候把血加满。
但是如果总用 AB 的话，血掉的多了呢，也就算了。BOSS 都出不来，哎，他只有一把刀掉在外边了，另外一把刀没看到。哦，刚刚这个 AB 飞出的飞刀已经有乱码了，那说明数量太大了。好，这就打完了。可以血加满了。第3关咱们就开车吧。当然了，很多小伙伴对我有误解，我开车开的不大好，不是很常开车。行了，把车捡着。这关呢打得快，开着车就过关了。这是一辆凯迪拉克。咱们的分稍微少一点，因为很多加分的道具没有捡。开车扔不了飞刀，这个没办法。好，开始撞他。想让他来主动撞你呢，就拉着方向杆的后。这个货也很脆啊，这就剩1根血了，这撞几下就没了。好，再来2下，完事儿了。小时候如果能开着车把它干掉呢，感觉还是比较厉害的。现在就感觉一般了。第4关，这个修车厂是捷克的，就是小白的。原作呢也是有漫画的，把这个石头捡着。这个石头和游戏的难度没什么关系的。小时候流传很广的一个谣言之一就是捡了这个石头，本关会变难。那个时候谣言太多啊，流传最广的就应该是所谓的水下8关了。这个枪可惜不是无限子弹，无限子弹的版本我也给大家录制过。谁打到我了？这是，我都没看清。有一个巧克力。哦，当这个 BOSS 呢，他抬起2个手臂过来冲向你的时候，是最令人害怕的。一般他就会出很长的攻击力很长的那个拳，攻击力高，出招也快。行了，咱们靠着这个东西，对面的敌人呢，使用咱们的飞刀飞过去打就可以了。他拿着2个飞刀，这点量呢不够看啊！哎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就是咱们这么多发飞刀，平时放在哪儿呢？啊，不应该扔这个，我直接一个前 A 过去就完事儿了，或者一个 AB 还能测试一下这个 AB 的飞刀的攻击范围。枪就不捡了，因为飞刀感觉比枪好用多了，对吧？它攻击的范围呢，也不是一条线，是有一定的 Y 轴的覆盖范围的。行了，这个 BOSS 就 AB 吧。哎 ，AB 没出去，这出了一个 A， 没有 B。它是灰色的血条，然后变蓝，再变绿，再变紫，
再变黄。哦 ，AB 踢到他了，你看我血掉的。行了，他剩1根半的血了。其他角色也有这个效果，包括汉娜。汉娜这个效果就弱很多了，因为汉娜的下上 A 呢是往前滚一段，位置不太好控制，打着打着就出去很远。好，干掉了这个 BOSS 死不瞑目啊！开挂开的太狠了。第5关，咱们就往前冲了，因为身负绝技，不怕任何敌人。这已经打到屏幕上的目标比较多啊，已经打到有点拖慢了。我有点后悔，我应该给模拟器的 CPU 的虚拟的运算的能力啊超一下频，这样就不会拖慢了。后悔啊！当然了，拖慢呢是小的时候玩的街机的原始的效果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有了模拟器，你可以呢进行超频。之前演示过合金弹头，解决了拖慢。但是解决了拖慢之后呢，这个游戏的难度就上升了。你小时候玩合金弹头就是靠着拖慢来躲子弹的。有颗手雷啊，这有个精英怪。这是第1关的 BOSS 啊，后面都变成精英怪了。前面的桥上有很多血，这个不用担心。主要把这个 BOSS 拖死。前前 A 的穿透性也非常强。哦，掉了个大钻石，这钻石真夸张。AB 全开了。那枪捡着吧，这里的地形比较窄，正好用 AB 来封堵他们。这招的性能也不错，尤其敌人离咱们比较远的时候。又有血了，又可以浪了。咖啡喝了，我感觉这一次好像扔出不止30发呀，反正屏幕上存在的肯定会超过30发。这个 BOSS 惨啊！咱们这样封堵他，血量还是不少。我记得小时候打他的套路呢，就是站在离屏幕稍微有一点距离，然后回头向屏幕外侧出拳，打到他之后就把他再摔到屏幕里边去。这样咱们有2把枪了，是吧？可以了，先用枪，再用刀。这就用完了1把，这也太快了，这子弹不抗用啊！还是来咱们的飞刀吧，这个子弹多啊，无限。
还有多少血？这个 BOSS 其实不难打，跟他单挑的话无伤非常简单。他大概还有一格，身后有一个勾出来了，又来了，好干掉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恐龙快打降龙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